雲岡石窟位於中國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是中國古代石刻藝術的瑰寶，也是世界著名的佛教石窟群之一。它與敦煌莫高窟、洛陽龍門石窟和天水麥積山石窟並稱為中國4大石窟藝術寶庫。雲岡石窟始建於北魏，代表了公元5世紀至6世紀時中國傑出的佛教石刻藝術。石窟依山而建，東西綿延約1公里，現存主要洞窟51個，造像51000餘尊，最高的佛像有17公尺，最小的僅幾公分。在藝術融合方面，雲岡石窟的雕刻技法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羅藝術、西域藝術和中國秦漢以來的傳統藝術風格，具有獨特的魅力，對研究雕刻、建築、音樂及宗教都有極為珍貴的價值。本集包括交通攻略做完整開箱，含金量非常高，時數也較長，還請大家耐心觀看哦。影片開始之前，先來一個好康不好利哉。先前我們頻道的粉絲 Alan 同學有私下寫 email 跟我要了南京揚州自由行的電子行程表，很高興這份行程表能促成他們2位賢伉儷展開人生第一次自由行。更令人感動的是，原來2位賢伉儷在出發之前將我的行程表不僅優化，更是提升成我認為可以稱之為不是 2.0、3.0 而是 5.0 版本。Alan 同學回傳了這份優化版本，並且也願意跟大家分享，因此如果有需要的同學們可以寫 email 跟我要這份行程表哦。只要在標題輸入我想要南京揚州 5.0 版本就可以了。那接着不囉嗦，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分享吧。好，在這裡我們先打開微信，在搜尋欄這部分輸入大同雲岡石窟，輸入之後接着的頁面會是這樣子，我們會看到購票渠道跟漫遊雲岡，在這裡我們先選漫遊雲岡，接着指紋這邊按點擊進入，接着點選進來之後會看到整個雲岡石窟的鳥瞰圖，並且相關的功能鍵也會一併跑出來。我們把左邊的功能鍵往下滑，就是每一個洞窟的導覽。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先按左下角的叉叉先退出。我們必須先返回上一頁，把那些干擾畫面的留言先把它關閉。退出之後會看到畫面的右下角有一個互動，我們點選進去。點選進去之後再點選裡面的留言，接着我們把留言隱藏，然後右上角這裡也有可供改變視角的功能鍵。點選小行星的時候會變成這樣子，接着我們點選魚眼，魚眼之後再試試看水晶球，最後我們回到正常視角。恢復到正常視角之後，畫面會自動緩慢地做360度的環繞，讓您可以看一下整個景區的分布。在這裡也真心建議大家，大陸各個景區呢都有微信官方公眾號，在進到景區之前都可以先進去官方公眾號看一下。通常越知名的景區，他們微信官方公眾號的導覽做的就越完整哦。360度轉一圈回來之後，我們再針對畫面進行2指縮放。好，我將畫面固定在壇藥廣場這邊，也就是一會兒過檢票口進來會第一個看到的地方。目前箭頭指的就是檢票口，按照動線規劃，經由禮佛大道，最後再來到雲岡石窟片區。逛完後，您可以選擇在這裡搭觀光車繞一個 U 字形，最後來到商店街跟美食街，或者是選擇原路返回，再多看佛像一眼。原路返回的話，也不用擔心走很久，並且到最後仍然是會連接到美食廣場的入口處。好，緊接着我們點選左下角的目錄，正式來看一下公眾號裡面的導覽。這份電子導覽出現的順序剛好就契合我們所逛的動線。換句話說，您只要準備好耳機，每到一個點就把相對應的導覽點選開來。舉個例子，我們點選第5窟看看。第5、6窟前現存的4層5間木結構樓閣，建於清順治6至8年，巍峨高聳，古樸輝煌。第5窟為大象窟，3世佛布局，
主像釋迦牟尼佛高17米。好，關於微信公眾號的部分我們就分享到這裡，而且也可以在事前做功課的時候就先熟悉它哦。Hello， 大家，目前看到的畫面是大同雲岡石窟遊客中心正前方所看到的樣子。從我們入住的建國普銀酒店打車到這裡是17公里28分鐘，一口價的車資是落在28到31塊人民幣之間。建議大家打車前往會比較節省寶貴的時間。如果體力好不怕暈車的同學們，也可以在西程旅行裡面找一日遊的團。至於西程旅行一日遊相關連結，我就把它放在本集影片下方說明欄。景區這邊非常貼心，在我們尚未正式進到遊客中心購票之前，後方就先看到洗手間。另外補充一個重要資訊，滴滴打車我們選定的下車地點是雲岡石窟的遊客中心，那我們就準備過馬路咯。畫面當中我手指的那棟黃色建築物就是遊客中心。一邊過馬路的同時，一邊跟大家分享一下，雲岡石窟這邊成人票一張是100元人民幣，年滿60歲以上的同學們則是免票。在微信官方公眾號裡的購票渠道中就可以先預約購票。證件的選項當然是選擇台胞證咯，唯一不方便的地方是聯絡電話必須輸入大陸手機號。不過沒有大陸手機號無法事先預約也無妨，到遊客中心購票即可。滿60的則是憑台胞證兌換免費進場紙支票。一般來說，公眾號上面事先買好票就是為了可以避免現場排隊人擠人。但前面一眼望過去，人流量卻不是很多，主要原因是我們在雙11長假一結束就立刻過來，所以呢就可以完美的跟眾多出遊的人群錯開來。雖說如此，隨着時間越接近中午，景區內的人潮竟也越來越多，尤其是中午過後，團體客也陸陸續續進來，整個景區內可以說是人山人海呀。好，前方就是景區入口了，地面上的指標也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完全不用擔心會搞混哦。那就跟着我們的鏡頭一起進去看看吧。一進來呢，看到的就是曇曜廣場，廣場中央矗立的這一尊就是曇曜和尚的塑像，而前方箭頭所指的就是檢票口。看到前方這麼多排隊的柵欄，想必節假日的時候這裡人潮是超爆多的。過了檢票口之後，馬上看到的就是長長的禮佛大道。禮佛大道的盡頭有景區觀光車可以搭，但是我們不打算搭乘，因為搭乘的話會錯過很多值得看的其他景點。Hello， 大家，我們終於進入了雲岡石窟。好，那剛剛呢，就是在買票進場的時候有聽到廣播，就是如果你是首次辦台胞證，那台胞證的右下角呢，是有01的，那這個就可以政策性免票，等於這120塊的門票費用可以省下來。我們曾經看過龍門石窟，對，那現在是看這個呢雲岡石窟。那因為它是平城平城也就是大同。大同以前叫平城。對，所以從北魏這個開國皇帝拓跋圭開始就逐漸的在興建這個石窟的造型。对，所以前面有一個曇曜和尚，就是建立來開凿。对，所以這個開凿有16到20，都是北魏的皇帝的他的肖像。对，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看16到20窟。对，那當時為什麼那個曇曜和尚呢要建議就是把16開始16、17、18好像就是裡面石窟佛像的造像呢跟當時的北魏的皇帝結合在一起。是，那為什麼北魏皇帝的造像會跟佛像的面容結合在一起呢？我就一邊走一邊聽着我們巫老師的說明之後呢，把它做一個整理來跟大家分享。那就讓我們把時間倒流，回到1500多年前的中國北方，說一個關於石頭裡的永恆的故事。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北魏的皇帝太武帝聽信了道士的諫言，認定佛教是西來的狐神，會蠱惑人心。於是一道殘酷的詔書如寒風一般颳過大地，
經書佛像必須燒毀，所有的僧侶無論老少全部處死。一時之間，無數寺院燃起大火，經卷化為灰燼，佛像轟然倒塌，僧人們或逃或藏，或慷慨赴死。佛法的傳承仿佛懸於一線。其中一位年輕的僧人名叫曇耀，他懷着無比的悲怨與恐懼，從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倉皇出逃，隱匿於山林之間。他不知道信仰的春天何時才會回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幾年之後，轉機竟以一種離奇的方式到來，太武帝駕崩了。當初大力推動滅佛的權臣也被誅殺，而新即位的文成帝為了安撫民心，下詔復興佛教。消息傳到曇耀耳中，他毅然決定返回平城，也就是現在的大同。傳說在文成帝車駕的回程途中，曇耀的袈裟竟被皇帝的御馬咬住不放。而馬在古代是代表國運的祥瑞，文成帝大為驚奇，視此為高僧與國運相連的吉兆。當下即對曇耀以施禮相待，並任命他為統領全國僧侶的沙門統。然而劫後餘生的曇耀心中一直回盪着一個問題：如何才能讓佛法不再因帝王一人的好惡而存亡？又該如何才能讓佛的教誨超越戰火與時間，永駐人間？於是他想到了石頭。曇耀向文成帝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構想。他說：陛下，過往以金銅鑄佛，可熔可毀，我們何不借山為石，雕佛成鑾，將佛陀與皇室的功德鐫刻在亘古不變的五洲山崖上？那將是國家永世的祥瑞，是陛下您對祖先與佛法至誠的供養。當下文成帝被這個宏偉的願景打動了，全力支持。於是在平城西邊的五洲山南麓，一場跨越數十年的藝術奇蹟開始了。叮叮當當的鑿石聲取代了昔日的焚燒聲。曇耀親自規劃開鑿了最早的5個洞窟，這就是名垂青史的曇耀五窟。這5個洞窟每個都不同，但每一窟都有一尊頂天立地的巨大佛像。最奇妙的是，這5尊佛的容貌與身形依稀對應着北魏開國以來的5位皇帝，從創業的道武帝到復興佛教的文成帝自己。曇耀和尚用他無與倫比的智慧，將佛的慈悲與皇帝的權威完美融合。在這裡，皇帝即是當世如來的化身，而石佛永恆的庇佑，也就是北魏皇朝萬世不移的象徵。從此，雲岡石窟成了國家級的大道場。在曇耀奠基的基石上，後續的開鑿越來越華麗，飛天的月季在石窟頂端起舞，千佛萬龕布滿壁面。希臘的柱式、波斯的紋樣、印度的佛像與中原的氣韻，全部在這片石壁上交匯與融合。從這裡也窺見古代絲綢之路的往來中所綻放出的藝術之花。曇耀和尚或許沒有親手敲下任何一塊石頭，但是他是一個偉大的啟夢者與規劃師。他將個人的劫難升華為一個民族藝術瑰寶。他用堅硬的石頭守護了最偉大的信仰。我們從剛才的禮佛大道一路走到這邊所看到的，不管是美麗的景象，或者是寺廟裡莊嚴的佛像，都是在為等一下即將看到的令人震撼無比的雲岡石窟做鋪陳。一路上聽着吳老師的講解，帶着滿滿的感動，走到這邊的時候，已經接近雲岡石窟的入口處了。這時候，也許上天也感受到我們一顆虔誠的心，原本還寒冷的陰天，竟然出了溫暖的太陽。哇，過了這扇門就要看到了。一走進來，雖然我還沒有看到最重量級的曇耀五窟，但眼前的景象已經震撼到令我眼眶泛紅了。因為我沒有想到這輩子真的有機會與雲岡石窟有這麼近的距離。那接着我們就針對雲岡石窟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整個大同雲岡石窟的核心保護區總面積為 3.48 平方公里，也就是348公頃。不過為了更清晰地理解其空間範圍，我們通常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解讀。
第一個是核心遊覽區，也就是石窟本體區域。石窟群分布範圍東西綿延約1公里，主要洞窟編號共有45個，集中在五洲山南崖。而如果以單體洞窟規模來說的話，最大的洞窟如第五窟，內部面積可達數百平方米哦。哇，到了這邊我們先暫停一下，因為這邊看到了古代的渠道，就是車道。當然上面的馬車是現代加工做上去的，可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面。這個地面呢，從古代保留至今，所以地面上的車輪壓痕還清晰可見。好，那我們就回過頭來繼續講第二點，也就是包括整個現代規劃範圍的雲岡石窟大景區。為了保護石窟並提升遊客體驗，當地將核心區外圍進行了整體規劃，形成了一個更大的文化景區。它包括的範圍有核心石窟群、雲岡博物館、演藝中心、蓮花步道、禮佛大道等景觀廣場。最後呢，再加上遊客配套措施，也就是待會沿着動線走到出口處的美食街跟商店街。第三個就是保護緩衝區與世界遺產範圍。根據世界遺產的保護要求，雲岡石窟的遺產區面積約為 1.09 平方公里，緩衝區面積約為 2.39 平方公里，兩者相加即為核心保護區的 3.48 平方公里咯。這使得這一個範圍內的建築景觀都受到嚴格管控，以確保石窟的歷史環境不受破壞。好，跟着鏡頭我們來到雲岡石窟中的第三窟，也就是最大的一窟。在這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許多做到一半就停下來的痕跡，這裡鑿痕粗獷，很多地方還停留在開山整形的階段。為什麼會停工呢？主流觀點認為原因與北魏遷都有關。第三窟的開鑿大約是在北魏晚期，然而在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就遷都洛陽了。在那之後，國家佛教工程與資源隨之轉移，導致雲岡的皇家石窟工程基本停擺。不過也由於它的工程停擺，留下了很多初期開鑿的痕跡，而這些痕跡反而成為後世研究雲岡石窟開鑿工藝的重要實例。話又說回來，北魏孝文帝為什麼會突然遷都洛陽？這又得提及另外一個故事了。話說北魏孝文帝小時候其實是被馮太后一手帶大的，因為他年紀小就當皇帝，所以真正掌握權力的是太後。他不只管國政，還管得非常嚴，並且為了怕孝文帝的母後干政，在孝文帝小時候登基的同時，就按照當時的法令殺了孝文帝的母親。因此馮太后等於是皇帝的老師加監護人加老闆，這使得孝文帝對他既敬又怕，而且心理壓力非常非常的大。後來孝文帝漸漸長大，想自己掌權，推動漢化改革，比如說改穿漢服，說漢語。這些理念一開始其實馮太後是支持的，但是權力的交接卻成了問題。馮太後不願意完全放手，而孝文帝又急着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皇帝，因此兩人之間開始出現拉扯與緊張。於是經過漫長的等待，等馮太後去世，孝文帝才算真正全面掌權。掌權之後，他覺得大同地處北方要塞，政治上不利統治中原，文化上也不符合他想要的形象，所以他遷都洛陽，並且在洛陽建設了龍門石窟。因此如果您細細比較一下這兩個石窟，您會發現雲岡石窟還保有很重的鮮卑草原風格，佛像高大粗獷，很有北方游牧王朝的味道。而龍門石窟隨着孝文帝的推動漢化，佛像開始變得更加秀氣，線條柔和，臉型衣紋都明顯漢化，並且遷都洛陽建設龍門石窟的孝文帝也終於得以為自己當年慘死的母親發願造像，也就是我在龍門石窟那一集影片當中提到的古陽洞。如果還沒 follow 到龍門石窟相關的，我會把影片連結放在這一集影片的片尾，歡迎大家做點選。好，眼前來到了第六窟的入口處，層層環繞排隊的欄杆足以證明在節假日的時候，這裡排隊的人流量之大。雲岡石窟的第六窟可以說是整個雲岡最有故事性的一窟，它不是只拜一尊佛，而是用一整面牆在說故事。
並且在它的外圍還保留着相當完整的廟宇建築。許多人都說，如果您在雲岡石窟只能挑一窟好好看，那必定要選擇第六窟，因為它不是單純的拜佛，而是看到用佛像及壁畫在說故事。進來之後，保證會讓你的震撼度爆表。第六窟的中心是一尊高大的坐佛，但真正精彩的是四周的牆壁。您會看到密密麻麻的浮雕，這些不是裝飾，而是在講解釋迦牟尼的一生，也就是從他誕生、出家、苦修、降魔到最後成佛的過程。整套佛傳故事通通刻在牆上，就像在看古代的連環漫畫。這使得對於那個年代大部分都不識字的民眾來說，一看就懂佛在講什麼。這個時候，我們再仔細看一下雕刻的風格，你會發現它很特別。佛像的部分還保留北方草原王朝那種厚重剛猛的氣勢，但人物的刻畫上比例已經開始變得自然，衣服的線條也有流動感，慢慢走向中原的審美。所以很多學者都說，第六窟正好站在雲岡早期到中期的轉折點，這是北魏藝術漢化的重要證據。另外，第六窟的安排也很有王朝味，中心大佛象徵皇權，周圍故事環繞，形成一個穩定、秩序分明的世界。這其實也反映了北魏當時想建立的國家形象。簡單來說，第六窟不只是佛教藝術，它是一座會說話的石窟，把宗教、政治還有北魏轉型中的焦慮與企圖全都刻在牆上給後人看。另外，對北魏孝文帝來說，這不只是宗教供養，而是一種帶着愧疚與感恩的政治孝道。我想，在孝文帝執政的期間，心理壓力跟陰影應該都很大。在這裡，我們看到少見的二佛對坐，象徵着王朝有馮太後和孝文帝二主。但是到了雲岡石窟，卻又單獨修古陽洞來彌補對自己生母沒有盡到的孝道。看到這裡，我內心有兩種不同的情緒。其一是有感於孝文帝這一生的難，真難；其二則是發現我的內心也被撫慰了。因為每個人在成長的過程，或者是人生的旅途當中，不一定完完全全是順暢的，有起也有落，甚至於是坑坑洼洼，不斷的跌倒又再爬起來的。當然我也不例外。別看我現在好像悠哉悠哉的到處旅遊，吃吃喝喝拍影片，但是我的人生前期也是相當辛苦的哦。一路走來沒有長歪掉，連我自己本人都覺得很不可思議。當然啦，這當中有着許多不能為外人道的艱辛，但無論如何，在這一刻，我的身心靈不僅得到神佛的撫慰，也得到了療癒。突然間，我感謝自己能夠熬過人生前半段的艱辛，並借由這些艱辛磨練的過程中，讓自己更加壯大。今天才有能力走到這偉大的神佛面前，接受神佛給予的加持。同樣的，突然之間，我覺得這些屹立在此超過1500多年的神佛，他其實在等我們每一個人，等每一個來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要給予庇佑，或者是精神上的撫慰。因此，如果現在在熒幕前的您，也許剛經歷了人生的低谷，也許因為一些變故而感到情緒的低落，我也希望透過畫面，我所得到的感動與神佛的加持或祝福，也能傳遞給您，並且讓我們大家一起互相加油打氣。也許您眼前所碰到的艱難，它真正實質上的意義對您來說是一種修煉，也不一定。也許這個艱難為的就是讓自己能蓄積能量，用一種更強大的方式再次站起來。只要能夠再站起来，才有機會看到往後隨之而來的更加美麗的風景，正如同我眼前所看到的一般。前面的石窟已經夠震撼人心了，沒想到越往後面走，卻是更加令人驚訝與讚嘆。我們來到了雲岡石窟的第9窟及第10窟，這是一組緊密相連、同期開鑿的雙窟，它們屬於雲岡石窟中期的代表性作品，以其精美的雕刻和濃郁的漢式殿堂布局而著稱，更是北魏推行漢化文化融合階段的藝術表現。兩窟緊密相鄰，規模相近，都分為前室和後室，中間有甬道相通，形成了前後室的結構。它們的整體布局具有濃厚的漢式殿堂風格，
模擬了中國傳統的木構建築，體現了佛教藝術中國化的趨勢。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像廟宇般的屋檐，洞窟外立面緣設計有對稱的雙塔於一碑，以及列柱，也就是八角柱，並且柱頭裝飾有愛奧尼亞式樣。你沒有聽錯，是愛奧尼亞式樣。從這裡就可以看出藝術風格呈現胡風漢韻、交相雜糅的特點。而古代的胡風，也就是我們現代所謂西方的風格，當時涵蓋了波斯人、天竺人、大食人以及羅馬人。這真的是不說你不知道，原來在遙遠的北魏時期，佛像洞窟的藝術風格已經融入了西方經典元素。而主佛像的部分，第9窟雕刻的是釋迦牟尼佛像，第10窟則是彌勒菩薩像。而這種釋迦與彌勒的佛像組合，是雲岡石窟中期新出現的題材。2窟後室的壁上還雕刻有大量因緣故事圖，例如出自《雜寶藏經》的故事，以及第9窟中特別選擇的閃道士本身故事，宣傳孝道的個別細節。另外，在前室的門拱上刻有許多樂伎、舞伎的造像。第10窟更刻有飛天，體態優美，比例協調。而這些形象雕刻生動，動感強烈，被譽為色彩繽紛，雕刻壁畫最華麗的一個洞窟之一。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窺見北魏皇帝推崇佛教的另一個隱藏性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夠超越胡漢界限，形成胡漢共同的信仰，進一步凝聚成多元族群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剛才所看到的希臘式經典柱頭愛奧尼亞式也就不覺得奇怪了。再有，針對社會需求的部分，北方胡漢民族混居、戰亂頻仍的北朝社會，佛教的輪迴與救贖觀念也為各個民族除了提供精神慰藉之外，也是對個人行為約束上的最後一道防線。並且寺院也同時承擔了社會救濟、教育甚至金融體系的功能，成為胡漢雜居社會的共同紐帶。至此，我們就真的不能小看雲岡石窟存在的意義以及佛教推廣的重要性了。另外，在分享了這麼多北魏孝文帝和馮太后之間的政治角力與諸多發生在孝文帝身上的無奈之後，回過頭來再看剛剛影片一開始，我們不是介紹了第3窟，說第3窟留下了許多未完成的痕跡，然後主流觀點認為與北魏遷都洛陽有關係嗎？我自己心裡就在想着，如果是我，姑且不論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說為了要更利於統治中原這一點，如果是個人私心的話，我也會想要離開這個傷心地，或者是說一個讓自己童年有陰影的地方。畢竟自己的親生母親被殺，一輩子都活在馮太後的掌控中。既然好不容易熬到馮太後終於歸天，何不另找一個全新的去處，重新建造另一個佛窟，好好供養自己的母親呢？所以我再假設一下，在北魏孝文帝內心深處的想法啊，終於可以開啟人生另一個全新篇章，而且是隱忍再隱忍，熬了半輩子才終於等來的。逃離這個傷心地都來不及了，怎麼可能再浪費任何一丁點時間，把第3窟那麼巨大的工程完成了再走呢？當然不可能。如果是我的話，我應該連夜搬家逃離吧。有的人說，幸福是比較出來的，如果跟北魏孝文帝的成長歷程相比，我們是不是幸福太多了？當然，在這裡我認為北魏孝文帝是非常偉大的一個帝王。好，離開這裡，我們即將走進同樣令人讚嘆不已的雲岡石窟第12窟。第12窟有一個非常美而浪漫的別名，叫音樂窟。這窟最特別的地方在於，牆壁和佛龕裡到處都是正在演奏的天人語樂伎。你會看到有人彈琵琶、吹笙、擊鼓、敲鐘，動作生動，仿佛音樂正在石窟裡面流動。這些雕刻不只是裝飾，而是在用藝術呈現佛國世界的歡樂與和諧。在風格的表現上，明顯帶有西域文化影響。人物衣着飄逸，姿態靈活，和前面的莊嚴厚重的大佛相比，多了幾分輕快與浪漫。
簡單的說，第12窟不像是在仰望神佛，更像是走進一場千年前的佛國音樂會，是雲岡石窟裡最有節奏感也最有生活氣息的一窟。而隨着壁面上所雕刻的樂伎拿着不同的樂器在演奏音樂，一旁的天人與飛天也一起在空中飛舞。所以當我進到這裡仔細端詳這些雕像的時候，我心裡竟然也有音樂流動起來，有叮叮咚咚的聲音想要隨之起舞，而且這是令人喜悅的感覺。而且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到，當時絲路文化交流是非常頻繁的，因為很多樂器都來自於西域。這已經不只是在雕佛像了，而是在告訴大家，理想的佛國世界不是安靜冰冷的，而是充滿藝術、音樂與喜悅的地方。好，箭頭所指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許多樂伎的雕刻。我們在這裡先簡單環顧一周，等一下再近距離帶大家去看一下這些有趣的雕刻。在雲岡石窟第12窟中，學者普遍辨識出的樂器種類包括以下幾大項。第一類弦樂器有琵琶和箜篌，箜篌像豎琴，在飛天的手中常見到。第二類管樂器有笙、排簫、直笛或橫笛。第三類打擊樂器有鼓，如腰鼓、手鼓。再來呢是鈴，就是小型打擊樂，增添節奏感。這些樂器同時出現在同一個石窟裡非常關鍵，因為它清楚呈現了北魏時期中原與西域音樂文化的融合。也正因如此，第12窟不只是佛教藝術的代表，更像是一座刻在石頭裡的古代音樂史教科書。所以說這裡面好不熱鬧，有音樂演奏，有舞者表演，有眾多的觀眾，更有神佛的庇佑。所謂的喜樂與祥和，在第12窟裡面表現得淋漓盡致。此時的我們似乎也趕上並參與了這一場1500年前的音樂盛會。在這裡，除了請神佛庇佑我們一切平安順利之外，也請神佛庇佑每一位在觀看影片的你們，事事順心，平安健康。建議大家未來如果有一天您會來造訪雲岡石窟的話，可以帶上一個小小的放在背包裡不會太重的望遠鏡，因為高處的雕刻肉眼真的看不太清楚，很可惜呢。好，那我們也準備離開12窟音樂窟，接着去造訪13窟咯。雲岡石窟第13窟是一座氣氛非常莊嚴、力量感十足的洞窟。待會兒走進去呢，大家又會感受到另一個震撼。為什麼呢？因為13窟的主角是這一尊體型高大的坐佛，佛像身形厚重，肩膀寬闊，給人一種穩如山岳的感覺，充分地展現北魏早期佛像那種雄偉剛毅的風格。佛陀臉部表情安定而內斂，不追求細緻寫實，而是用簡潔有力的線條展現出超越世俗的威嚴。而在主佛的周圍可以看到力士、護法與天王形象，肌肉線條誇張，動作充滿張力，像是在守護佛法與整座石窟。這邊透過烏老爺當比例尺，就可以感受到佛陀的腳多麼的巨大，比一個真人還要大上許多。縱觀這些雕刻，不只是裝飾，而是象徵佛法不可侵犯的力量。整體來說，第13窟不像第12窟那樣輕快熱鬧，而是一種以力量說話的石窟，讓人一走進去就自然放慢腳步，感受到北魏時期佛教藝術那股震撼人心的莊嚴氣勢。A few moments later， 看完第13窟出來，外面剛好有洗手間，順便拍一下跟大家分享，因為這是智能洗手間。我們剛剛就是看到11、12、13窟，然後呢就是接二連三這樣子看下來，我的感想啦，我自己是覺得，如果說像我們已經去過龍門石窟跟雲岡石窟，我自己真心覺得，如果你2個石窟只能選一個去的話，那我推薦雲岡石窟，因為太精彩了，因為太偉大了。对对对对，因為那個走到裡面那個佛像之巨大。因為從西元5世紀拓跋圭就北魏的太武帝開始修建，前後達到95年，一直到了北魏孝文帝離開了
這個平成大同以後，才到這個洛陽再修這個龍門石窟。對，也就是說大同在古時候是叫做平城。对，所以這個95年的開凿真的很壯觀，比洛陽的這個龍門石窟大很多。對，真的是大很多很多。剛才看了一個第10窟還是11窟，那個佛像呢，它的腳趾頭的指甲比我的手掌還大。對對對，就是我們透過影片，就是可以比較得出來。对，不輸給樂山大佛。沒有啦，樂山大佛更大哦。這個給它站起來更大。沒有，樂山大佛整座山哦。是啊。對對對。雖說當下我們覺得雲岡石窟比龍門石窟還要來得壯觀，但是後來仔細一想，還是我們膚淺了。畢竟這兩個都是重要世界文化遺產，這真的是不能比較的。所以在此呢，澄清一下，絕對不能誤導觀眾們。而眼前看到的景象，就是我們即將走進舉世聞名的曇曜五窟，但非常可惜的是，其中一窟正在整修。所以只能透過包圍在外牆上的文宣品來一窺究竟。在這裡呢，我則是補充2張從網絡上找來的圖片。從這16窟開始到第20窟，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曇曜五窟。16窟當中最吸睛的就是這一尊大佛，一般認為對應的是北魏文成帝拓跋瑞。緊接着我們即將進入第17窟，洞窟中央是一尊氣勢沉穩的坐佛，肩膀寬厚，臉型圓潤，表情安定，整體風格依然保有北魏早期那種雄健樸實的特色。另外，在曇曜五窟當中所出現的佛像，已經不只是宗教崇拜的對象了，也同時帶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味。所以沒有錯，它對應的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宏，象徵皇帝以佛的形象展示於世人面前，以表達皇權與佛法合而為一的理念。同樣的，在主佛左右兩旁都有脅侍菩薩，襯托權威與神聖性。緊接着我們來到第18窟，這是最特別也最容易讓人停下來細看的地方，那就是主佛袈裟上面刻滿了密密麻麻的小佛像。這種做法稱為千佛衣或千佛袈裟，它不只是裝飾，而是帶有深層的意義。第一，象徵無量佛無量法，袈裟上反覆出現的小佛代表過去現在未來無數諸佛，意思是佛法不是一尊獨有，而是遍布滿宇宙，生生不息。第二，強化主佛的至高地位，主佛宛如承載萬佛於一身，象徵他是佛法核心與總攝者，這讓整尊佛像更顯莊嚴神聖。第三，帶有懺悔與護國的意義。第18窟常被認為與北魏太武帝相關，太武帝曾經發動滅佛的行動，後來佛教再次復興之後，皇家下令把萬佛刻在主佛身上，有為國家為皇權祈福與懺悔的象徵意涵。畢竟在那一場滅佛運動當中，毀掉了不少的寺廟以及佛像呀。因此這一尊佛像對應的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走出第18窟之後，再次環顧一下整個曇曜五窟。緊接着我們就要進去第19窟了。第19窟的主佛是一尊高達16.8公尺的彌勒菩薩，或有一說是釋迦牟尼佛坐像。一會兒進去之後，您會發現佛像沒了下巴，少了一大塊，這是由於長時間的風化所導致。接着我們會在洞窟的兩邊看到一個特別的設計，叫耳洞。這是什麼意思呢？也就是在主佛的西側壁面設有2個位置較高、形狀類似耳朵的小型附屬窟室，也就是箭頭所指的這個。這種東西並立的耳洞設計在雲岡石窟中是獨一無二的。在這裡我們看到雕刻有釋迦牟尼佛與其子羅睺羅的造像，描繪了父子相見的溫馨場景。終於我們來到最經典的第20窟了。它最初是和前面的佛像一樣有一個完整的洞窟，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洞窟前壁和窟頂因自然風化或崩塌而消失，因而使得主佛像完全暴露在外，形成獨特的露天大佛景觀。這是一尊巨大的釋迦牟尼佛坐像，高約13.7公尺，
而它對應的則是北魏開國皇帝道武帝，也就是拓跋圭。佛像的面部豐滿圓潤，兩肩寬厚，鼻高唇薄，神情肅穆，具有鮮明的犍陀羅和中亞藝術風格，同時也融入了早期中國佛教藝術的特色。雖然佛像下半部有些風化，但其身後的背光保存完好，由火焰紋和7尊小型坐佛組成，整個雕刻細膩而精緻。原本主佛兩側各有一尊脅侍菩薩，但西側的菩薩已隨枯壁崩塌而消失。目前僅存東側的這一尊高8公尺餘，能親眼看到這尊佛像真的是超級無敵激動的。畢竟只要一搜尋雲岡石窟，出現的代表佛像就是這一尊啊。許多遊客都聚集在此，在佛像的面前或拍照或錄影，但更多的是雙手合十來膜拜禮佛。這真的是需要現場來看，才能感受到它的巨大與震撼力。再往前走一些些，整個雲岡石窟的觀賞動線即將來到終點。到了終點，可以選擇左轉下階梯，搭景區觀光車離開。當然，也可以選擇原路折返。在這裡，我把鏡頭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前方看到箭頭所指的位置就是終點。隨着鏡頭的移動，左邊可以看到階梯，下了階梯則是景區觀光車的搭乘處。那我們就選擇原路折返，畢竟剛才我們有說過，想要再欣賞一次，再讚嘆一次雲岡石窟的雄偉。A few moments later， 很快的，我們來到出口這邊的商店街及美食廣場，就代表今天的影片即將告一個段落。下一集影片我們要介紹的也是重磅景點，我們即將包車去懸空寺與應縣木塔，還請繼續追蹤我們的頻道哦。下次見嘍，拜拜。